练习，就为了等待一个机会，争取代表队的资格就在眼前。你准备好了吗？好，为了争取代表台湾出战冰石湖国际赛的这个资格哦，所有喜爱冰石湖的这些好手们，在5月27、28日连续2天齐聚在台北小巨蛋的冰上乐园，然后要来进行这个114年度的国手选拔赛。好，观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转播要即将迈入到最后一场压轴的场次了。我们来看到混双的较量，是。对，那主播台呢，依旧是由我董静乔，还有台亚卫星转播团队以及我们的庄老师为大家带来讲评服务。老师，我们看完了上午的这个女团，然后男团到现在的混双，混双的这个节奏跟打法会跟前面2个比较不太一样，不太一样，因为混双的部分就是大概就是第一棒是打1-5。对，前后，然后第二棒是打2-3-4，它等于是穿插在投掷这样子。是。好，那这一场的混双较量，我们是台中冰湖队的张哲伦搭档张佳琪，他们是一对兄妹档，对，来出战台山队的刘柏凯还有周怡轩。这2位选手也都是冰湖资历很资深哦，他们都是常驻在加拿大，对，特别为了国手选拔赛再回到台湾来出赛的，非常非常资深的冰湖前辈。因为早期台湾那个时候冰湖还没有推广起来的时候，也都是仰赖这些居住在海外的这些教练们，对教练们来做推广跟这些执教这样子。那他们现在摆的是定位壶，对，混双也是在开赛前后可以双方各摆一个定位壶。是，好，拥有 Hammer 的是黄色，对，台山队。所以 Hammer 组是定位壶的位置是在后方的对大本区里面的红色的这一个圈口。而先手组就是要摆在前方这个自由防守区的中线。好，我们来看比赛的第1颗，由佳琪来投出。哇，好大声的这个撞击哈，而且很理想哎，哇，不错。第1球就直接把台山队的定位壶打到了后缘，然后抢占了红圈的位置。好，看一下周怡轩选手，在前2天的红道杯，他也有做赛事的讲评哈。对，有一场是吉利。哇，这球轻轻点到，在中线上多了一个防御。所以我们的第2棒要连续投掷3颗，滑的时候对冰况的掌握度这个没有进到线里面所以是无效的，被清除出去。哇，因为颗数比较少，所以其实每一颗都蛮关键的。是，这也是一场体力的考验。对，很忙啊，因为你去了马上你马上又要投，对。那如果说队友的力道比较小的话，他或者是说他要做的比较线路又比较好的时候，变成你原本已经滑到这一边，滑到大本营的这一边的这个队友又要再回去帮你刷冰，刷过来，确实比较忙一些。是。
哇，这一颗不错，定点把刚才聚在一起的两壶给打散。台山队这个组合，周逸轩搭档刘柏凯啊，也是这一次亚冬运的代表，对，是。哇，好赞的一颗进攻啊！可惜最后后方留不住，不然就可以把台山队的球打出去之后，再留一颗红色在大本营。可以看到两位选手运动加拿大是他们沟通直接讲英文哈，对。不过刚赛前我有跟他们聊一下，这也都是中文沟通起来都是非常的对，非常顺畅的。只是他们可能长期都居住海外，所以用英文是比较顺。对，两位也是周逸轩选手，当时哦，他说他以前学生时期也体验过很多的运动项目，但是也都是好玩为主啊，没有很认真的经营。然后也是后来他的朋友也是这个 Brandon 教练的朋友介绍的去体验之后啊，他才享受 curling 这个冰石湖的运动，然后进而认识 Brandon 教练，然后带入到这个圈子里面。是，他说他这个家里居住附近开车大概15分钟的范围啊，就有10几间这个冰石湖的俱乐部，所以常常在温哥华是有很多的资源的。美国跟就是欧美的部分，就是有冰场的地方比较多。像我们去年有几个是旅美的选手，他们可能有的是住纽约，但他要去 New Jersey 打的话，大概他说他大概也是开大概要1个小时的，要开1个小时。然后，但是我们现在有台山队另外的女子队，他们有一个是队友现在也是在美国念书，但是他们也是在学校附近就有，那就很幸运哈，这样子可以花比较少的时间成本就可以持续的练球。但是在欧美大概都是用俱乐部的模式在经营，他平常的部分就是用俱乐部的方式在经营。漂亮的一个 heel and stay， 果然是大前辈哦。刘柏凯选手曾经参加过2003年的青森，还有2017年的札幌哦，再加上这次的哈尔滨，对，已经是3届元老，真的超级资深。两人是从2018年开始搭档的，对。刚好也因为都在温哥华这座城市哦，所以比起一些搭档来说，他们平常在日常的配合啦、整体的默契来说，哈，是比较理想的，对，就近搭配。他们也强调，其实，在冰石湖这项运动，在国外，有时候一进到那个俱乐部，哇，很多的高龄人士也在从事，所以这项运动真的是可以从年轻一直打到老这样子，也没有太多的体型限制啊。对。这两位选手看起来不疾不徐的感觉。这边想喊一个，走一个曲球哈，对 ，curve， 对，走一个曲球。
好，周逸轩选手的第3值，他是第2棒，所以要值第2、第3、第4，对，3颗球。哦哟，穿一个中洞，停留在，应该后方可以保护一下吗？哎呀，哇哦，这个 case 很有水准哦。轻轻点到一下，也留在了大本营，所以台山现在有3颗潜在得分的威胁哈。看来是这场已经拿下了，海龟选手真的是还蛮厉害的哦。好，我们第1局台山队打出了精彩的一个开局哦。不过张家兄妹看一下，待会第2局可不可以提升一下状态？看一下刚才这个 Heal and Stay， 包含刚才周逸轩投的那一颗轻点的 kiss 哦，多加了1分，所以他们对于这种分数的拿捏把控是很精准的。好，进入到第2局，那么就会 Non-Hammer 就会换到台山了，然后台中这边可以获得 Hammer 后手的机会。不过体力上也会是一个考量了，因为今天这场比赛是刘柏凯搭档周逸轩他们第1场比赛，他们是在他们早上也有打这样。对，但是比起他的休息时间比较久，对，休息时间比较长，是。那包含佳琪跟哥哥哲伦，对，在稍早都有分别在男子跟女子出赛，所以这一场对他们来讲是连续的第2场，但是实际上对佳琪来讲，今天应该是连续的，今天应该是他打4场。哇，打好打满。对，应该是3场或4场没有错。所以这一场是，然后对他打了4场。他们是双语通道哈，可以可以这个中英文随时切换，对。不想让对方知道战术的时候讲英文，大家应该也是，因为冰球运动就是还是以英文国家为主哈，包含很多专业的这个术语都还是英文啊，对，所以感觉选手普遍的英文程度也都还算蛮好的。这里想一个左旋，对，但是没有旋出来，所以停留在了蛮右方的位置。有可能是这一边的轨迹是比较摩擦力比较大，对，所以它刻不进去。是，因为那个位置其实送出的球比较少，所以这个刷冰手刷到那边的位置也会比较不一样。所以说那边的冰况细微的不确定性比较高，不像这个中线，大家主要都集中在这边刷这边的区域。好，要打一个正中的球。刘柏凯选手在加拿大是从事矿业哦，矿业相关的行业。那他的搭档周逸轩是高材生哦，是这个 UBC 也是温哥华知名的大学毕业的，然后是大学读的是数学系，所以毕业之后从事这个精算师的工作。他说他的客户大概都是保险业啦，对，还有一些公司行号，所以我相信要精算的、对，我相信他算这个球的角度应该蛮厉害的哈。他说，算数学有一定的公式，算这个没有。
看一下哲伦，稍早在台山男团哦，也是担任第3棒，现在跟妹妹来搭档。2个人的弧都走一个右线，但力道上都还没有办法触及到大本营，停留在外围。哇，这球很直很直，往前把这颗盖儿给清除掉啊！开了一条康庄大道。现在红圈里面的是台中滨湖队的得分球，是，所以看哲伦会不会给他做一个保护，还是再送一颗到大本营里面，分散自己的风险啊！鸡蛋不要放在同一个篮子里啊！就算是放在同一个大本营里面，也希望2颗弧的位置对尽量远一点，不要轻易造成被双杀的机会。哇，这球送得太远了哈！好，这边再送一个中球，哇！不过有一点往右带旋，应该是没有办法攻击到中心点的位置。后方的冰框比较路线跑掉了啊，但这球很明显就是要对中线这一颗做进攻了。出发前也都会让这个冰壶的壶底哦，稍微就是等于我们会把下面的杂冰稍微清一下，然后杂冰摸下来之后，他们会再把旁边的往外拨，避免它去小小的一个杂力都有可能会影响到。哇，漂亮！哲伦的第3支哈，终于成功落点在大本营的白环。好，那唯一的机会哈，其实就是可以把这个靠近红圈的给处理掉。是，然后如果能够 stay 在里面的话呢，对。哎呦，跑偏了。啊，这球比较可惜哈。哇，那台中大补铁的机会来喽！这一回合很补呢。对 ，Hammer 顺利打进的话，就一次进账3分哦，就立即追平了。好，考验一下佳琪。佳琪选手除了从事冰石湖运动，他也有在做定向越野哦。其实蛮热爱运动、多才多艺的一个选手。哇，看起来是有机会哦！来，继续往前挺进，没有问题。大家进入到安全区，
好，恭喜台中冰湖队。第二回合也是一个3分进账，所以现在双方前2个回合打完，形成一个3-3。回顾一下刚才第2 round 的一些精彩的 play。比较可惜的是，台山这一次就是对中线的这个进攻白白浪费掉了几球。身体还没暖身，对，因为泽伦才刚下场，是他那个手感可能还在哈。对，确实，其实今天的比赛，我们的转播工作虽然是从上午的11点30分进，但其实比赛第1场9点就开始比了。是没有错。所以台山他们在9点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出赛过1次了，然后中间有很长的时间可能要去休息一下，对，不然你看9点开始比，我们现在已经是下午的8点多了，如果待会打到9点，就已经整整12个小时了，对。当然选手不会一直都在现场了，但他们也是大概下午的时候才回到了场上。然后为了准备这场比赛也都是提早从温哥华回到台北，做一些时差上的调整，对。然后他们说，赛前问这个怡轩，他说比完赛他大概会待到周末，也是顺便回来，对陪陪家人，然后再弄一下。我想可能因为请假也可能没有办法请那么久。大家这2天也都是排除万难希望来争取好成绩，对，成为114年国家代表队选拔赛的代表选手。好，这球顺利送到了大本营，不过位置还不足以威胁到这个黄湖。看一下 Brendan 教练希望要求的路径是什么？好，看起来应该是要把台中的那一颗给攻击掉，但也有可能是设定在左边也是有机会，但现在这颗球动能不足。好，动能不足，不过路线其实蛮理想。看这个角度，如果继续往前推的话，对，应该是可以对台中的那一颗右方的红湖做到一个破坏。好，双方现在呈现有点对称兵形的感觉在里面跟外面各有2颗，然后都是1前1后的模式。好，这人来了，不过这一颗很明显越往前推进，偏左的幅度越大了啊！刚刚镜头那样带就蛮明显的。好，会落在左方。要这个位置是要丢一颗穿裆球吗？在两个红湖之间吗？好，我们看一下刘柏凯怎么来操控。应该从另外一边把它 turn 进来。turn 进来好，我们看一下它的弧度，现在看起来是有在 turn 的，闪得过吗？轻轻的擦到，然后发生了一个偏移偏移就旋出去了我刚才确实是开始有一点点往内绕如果能够绕过那个，确实有可能。对，他们可能是想要在黄球，就是自己大本营前面再做一颗保护。是，
一个保护，一个是得分的对一个部分。好，这轮要求不要刷。哇，强力的碰击之后，好，清除掉了红色这一颗。那这样他们理想状态的话，下一回合就可以对台山的这一颗大本营做攻势了，因为中间已经被清除了。除非 Brandon 教练现在再塞一颗，完成他刚才没有完成，没完成的。对，不过他就不用绕了，他可以直接，他就可以直接长驱直入了。好，看一下 release， 这个现在稍微往右侧带一点角度，看起来应该也还是会跟前方这一颗发生碰撞。周一轩上来，准备在碰撞之后继续sweep， 然后往前推。不错哎，这个保护哈，算是形成了。把它在T9，就是中心线的部分稍微把它挡住了。而且其实都打得蛮浅的哈，所以你要去碰撞，影响到里面也是有一定的难度的。庄老师怎么看近几年冰石湖这个混双的风气？因为今年请看报名就是混双的报名组别是最多的，因为它的门槛也比较低嘛，你其他要凑4个，你这个凑2个就可以了。对，没错。哎呦，哎呦，比他近呢。对，没错。泽伦投出了一个好球呢。好，那就逼了台山。不过因为你看这个角度，哇，这颗球要清除掉，然后又要保有后方的那一颗难度，这有一点是有难度的。是。好，应该会打到盖儿上面，然后做一个碰撞之后，哇哦，哇塞，这是一个精彩的一球，这个真的是 nice ball。对，真是 nice play 哦，他利用这个碰撞的 rise， 把自己的远端打到进去，做一个攻击，同时还保留自己在6点钟这一颗球的位置，哇，这是高手球哦。好，那台中冰湖现在这个设定的很明显，他就是要把那2颗破坏掉。是啊，打一颗强力球，然后看能否形成 double。大力转，好，等于是每一队都各剩1颗。对。但因为这一局台山有 Hammer，他们是还有最后的机会，最后的机会。好，佳琪这一球很关键哦，最后出手的时候稍微重心有一点点跑掉，看起来是往右带了。看一下，撞到这2颗之后打散，好，那没有机会了。还是要走中线才有机会哈，右边。好，那么台山有机会这一局再拿3分哦。因为目前这2颗的位置都是优于红湖的，是，一颗在6点钟，就是一开始的定位湖都没有受到影响。上缘那一颗也有吃到这个红色区域，对，好看一下。
Hammer Rock 最后有没有留住？留得住吗？留不住。没有。好，那就是2分。对，是。对，2分也 good enough， 也不错了。哇，这一回合的那个精彩 play 真的要帮 Brandon 选手拍拍手。刚才那个 Rice 真的是非常的精彩。对，好，双方的第3回合最后带走2分的是台山。即将进入到第4哦。哦，好像现在记录的时间，刚刚请选手在沟通哦，可能认为时间上。好，把这个补时给加回来呀。不过代表选手专注度很够，他们有在看自己的时间，是不是有这个有没有偷秒的状况出现？到时候我们在混双，这个2个设定的位置是只能固定在这2个位置吗？这个是标准的定位的一个模式。那我们还有一种是 Power Play 的一个定位模式，那它就会比较在偏右手边或者是偏左手边。Okay. 对对，但是它的点是固定的。固定。对。那强势攻击的部分，因为它放在旁边，所以它的保护的部分就是可能是比较偏，所以你不容易这么攻击。那这最主要的用法有大部分是用在落后的队伍，他想要抢分的时候，对，他们就会用 Power Play。但是一般来讲，在normal 的情势之下，大概就是都会用的是。好，还剩下后方这个中间的就是局跟局中间对局间的这个 set up 的时间。倒数10秒前的时候，这个时候选手可以选择出手，但就还不扣到他的思考时间。有个缓冲的10秒。对。但在这个10秒前是不能出手的。哇，这球偏了。对，偏左，一个顺时针。不过落点也还 OK， 落在这个上面，除了保护之外，后面也可以作为这个碰击球的，对 ，kiss 之后再把它送进去，没错。现在双方的2直分别在了固定弧的左右2旁，所以台山要率先打破这个平衡哦，先对中线的这一颗防守弧做进攻了。不过 Brandon 教练的出手稍微偏左一点，
看起来应该是没有办法碰到。好，力道过大，直接出界。好，兄妹的默契哈。佳琪尽可能的帮哥哥这一球清理出更多的有利条件。两个人用力刷，两个人用力刷，能进到线里面吗？哎，可以了，刚刚好过线，很惊险啊！好，布伦教练的第二指哦，刚才打了一个对穿，没有碰到任何东西，这边再来给一个，看起来结果还是往左带哈，应该可以削到。好，削到之后力道大了，好，这一球就出去。哎，中线门户大开喽。是。佳琪建议哥哥打一个4区哈，放在前面，比较浅的位置。哇！结果太用力了，打出去了。对，把自己的定位弧也一起给清掉了。你看这一球，哇，直挺挺的进来哈，路线没问题，但是力道太大，这球也会是一个碰撞的，碰完之后往中线带，左方这个有压，可以压到吗？看起来有机会哦。哇，这很接近。但我不敢讲，因为这个角度真的太接近了，不好说。对。哇，连看连选手这么近，他们都要确认。好，两个应该是一起刷哈，但这个应该不用刷，已经可能会太大力了。好，那就是敌对来刷，想办法用力一点。结果 Brandon 教练也没有选择刷呢。我发现他比较不处理后半段的球，他有时候看他就不处理了。那大部分的本土选手会选择尽量的刷远，对。
好，台山的最后一直了，看起来不错呢。你看，虽然有往右带旋一些，但是因为挺缓慢的碰击之后，哇，踢我这个反弹1分，留在了圈内，但明显距离是不敌红圈的了。对，所以放进来之后呢，台中滨湖队又可以收获2分了，这是理想的状态。看起来还蛮理想的。过线之后，再来点动能吗？再来一点动能吗？哇，动能不足，不足啊，动能不足。哇，偏差的有点多哈。那这样子就1分，1分，对。好，这一局由台中拿下，不过很接近啊。现在双方的分差其实并没有对明显的拉开。所以我们说这种局跟局后，尤其是你已经是 hammer 的球，其实如果能够把握住的话，慢慢累积，是每一局1、2分、1、2分，对，到了后面其实你就累积成一个巨大的领先了，对，积沙成塔。但是因为两队势均力敌，所以慢慢的都是各有得分啊，是会有千秋哈。好，这样第4局打完，我们会先进入到一个短 break， 大概5分钟，是选手休息一下，观众朋友也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到114年国家代表队选拔赛冰石湖较量的转播现场。
好，今天的转播压轴场次，混双台山队跟台中队的较量哦。刚才打完了前4局，现在迈入到后半段的第5局，双方现在分差也只有1分之差而已。台山队以5-4些微的领先。路线偏右，还在往前，哇！这一颗能送得那么远，真的刷冰手贡献蛮大的哈。靠着摩擦生热，然后让这个赛道上面的冰面哈，对摩擦力减低，让石斛可以滑得更远。这些石斛选手应该做家事，这拖地是他们最擅长的一个家事。那个动作已经刻在他们的那个记忆里面，身体肌肉记忆里面了。好，好，这一球带一点左旋。哦，你看 Brennan 教练刷，真是用全身的力量哦压在前面，他刷冰的姿势确实跟其他人哈，就看得出来那个道行不一样。想好奇问一下那个庄老师哦，在这么长的这个比赛也好，还是执教或者裁判的生涯，你有没有看过刷冰手发生过最严重的失误的场面？刷冰手最严重大概就是在其实大概就一个是刷到自己的球，刷到自己的球，速度太快，或者是他速度太快，跟得太近，对，跟得太近，他可能或者是2个交叉的时候，他可能没有对到很好。Okay. 但比较严重的是说，刷的时候他可能因为太用力了，他之前像刚刚上一场对。就有一点点变跌倒，你还记不记得？对，陈汉的那一球哈，对，就是他们已经把力道是整个压在刷子上面的时候，那如果遇到一点场地或者自己的脚稍微打滑一下，那个危险度就比较容易跌倒。双方第5局做了蛮多的布局哦，现在在自由防守区有4斛。撞击破坏，哇哦，不错。这球虽然没有把任何球送到大本营后，但是把中线的这一点站住了。对，等于他们潜在，如果等一下完成一个 case 的碰撞哦，其实是有可以潜在再送1斛进去，没错。而且这样也可能会迫使台中这边必须要浪费1球，也不是说浪费啦，但必须要花费1球，对，去解决掉那个中线。对。来看一下哲伦这一颗丢的 OK 哦，碰到自己的位置。好，把左方的障碍给清除掉了。
好，所以台山应该会再尝试再往大本营送一颗。好，开始往右旋，需要动员刷兵手来支援一下他的动能了。刷2下放弃，觉得不够力，对，没啦，保留体力啊。对，因为明天还有1天的赛程是，啊，然后再加上如果因为他们现在是第5局，所以他可能觉得这一颗不要再浪费太多的力气。是。稍早我们在这个女子组的较量，冰上小女子跟台山队也是打完了6局之后，第7局他们打完之后，第8局选择不打。赛后我有去跟那个主动放弃的台山女团询问了，他说其实大会的规定是只要打满6局就可以了，对，所以他们决定7跟8局机会不大，然后保留体力。没有，他们应该打完第7局吧？哦，对，打完7局，对，然后发现差分有点大了，是。好，这球沟通的比较久哦，因为现在蛮关键的，倒数第2球。撞击之后往内带一点旋，好，这球送出大本营没问题。要求加快哈，因为其实路线是蛮理想的，因为左边这个门户中间的道路哈是有机会的，确实。好，其实台山稳扎稳打的话，这一局是胜券在握，因为他们的那个对。他们的固定弧完全没有受到威胁啊，就是这时候就看1分跟2分的对抢分的差距，这边是想做一个清消，看把这一颗送进来，对，看可不可以送进来。哎呀，不够力，可惜哈，稍微可惜了一些。好，双方第6局的较量由台山，抱歉是第5局的较量，由台山再下1分，比数形成6比4。
庄教练，当时我们协会在租到小巨蛋这个场地之后，大概花了多久时间才可以把现场布置成我们比赛的规格？我前2天才跟制冰师了解了一下，他其实在小巨蛋移交场地给制冰师他们的时候是22号的凌晨。22号的凌晨，所以这样扣一扣，因为他应该只有1天的制冰时间，他只有1天制冰，对、对，所以这个其实是对台湾，就刚好他们前1天有比那个曲棍球，然后刚好前一天曲棍球的赛事，OK，比到很晚，然后撤场的时候才交。那这个部分的时候，就其实这一次的制冰师其实也很。这团队真的都很辛苦，是。然后他们到因为赛事是24号、25号，红道杯要先比嘛，对，所以他们是23号，整个很紧绷哈，对。好，也是顺利完成任务，是在6日的时候先完成了红道杯的赛程，结束之后休兵1天，到礼拜2、礼拜3，我们再紧接着展开今年的国家代表队选拔赛，对。哇，这球投得很直哦，哎呦，完美的闪过去了，感觉刚才哲伦都有点看傻了哈，他是从远方才发现才进来投，对，原本可能认为会发生一个碰撞哈，赶紧刷2把。相信对于张家兄妹一定很期待现在台中正在建的这座冰场这样子，因为确实我们台湾在冰场的资源上是比较紧迫的，那目前都集中在像土城啦、小巨蛋啦、桃园等地，都是以北台湾为主，对，所以如果台中的这个冰场建成的时候，我相信对于整个不管是台中中南部的选手推广的更广一点，是。在台中唯一设有专业滑冰场的中市北屯运动中心原本预定是在2025年的4月要完工。它目前应该是 大 building 好，对，但是因为里面的冰场的部分，这个部分应该还没有完全的那个，还需要一些时间哇，这座溜冰场也是市府团队花了8.7亿打造啊。相信台中市民一定也都蛮期待的看一下这一颗的落点，把黄色打掉，哎呦，非常好，很理想的落点，然后还紧贴着自己的，是。那么台山会不会考虑
投一球比较重呢？球质比较重的一壶，应该是也有可能会打破坏啊。对啊，把中心这2颗强势的给它破坏掉。如果角度带的够大的话，可以顺便把左边那一颗外环也一起带走。当然，前方的这一颗保护啊，会是难点，需要带一点左旋。不过，即将来执行投掷的也是我们台湾经验数一数二的 Brandon 教练，所以是有可能的。哦哟，这一球确实带一些左。滑过去有办法绕进来，有在往里面绕，但是哎呀，转的幅度不够。但是我们有看到他的企图心。好，这球会把后面这颗给清掉，一起出去。对，那这样子现在就3颗都是红色的，所以台中冰虎队有机会在第6局再打一个大局哦。好哇，不错哦哇，这个 set up 精彩，先把远端的给清除掉然后看一下台中这一壶怎么打。他要做 guard 吧？他肯定要做 guard， 对，但能不能做的有效呢？因为如果这个 guard 射的位置不好的话，台山还有机会一球把里面那2颗一起送出去哦。好，考验一下哲伦射障碍的能力，看起来目前挺理想的哈，稍微偏左一些，但还不错，而且还进到了大本营啊，再加1分。原本要做 guard， 结果还阴差阳错了，打到里面一点。好，台山队关键的一球。看一下宜轩选手，有机会，有机会，这一颗要刷。哦，不刷吗？这样力道够吗？看一下碰撞，目前2分，对。很明显要把这一颗做掉，然后想要对 hit and stay， 直接灌4分哎，哇，我很有想法哎。所以我们刚刚说台中冰湖队的大局的机会出现了哦，有时候你把握这种大局哇，就很关键了，而且已经是比赛后段了，对，是最后的 shot， 这颗可以说是佳琪这场混双目前看下来可能最重要的一个 play 哦。
好，我们来看一下滑行的轨迹，目前蛮理想的。再来，好，动能也可惜了，动能不足，好吧。那2分也是不错啦，只是我们刚刚想，哇，4分是一个很美好的剧本哈。把这颗黄虎给消掉之后，剩下大本营全都是自家人，但最后没有办法完成。但台中这边还是再下了2分啦，对，又是来到了平手的时间。我相信刚刚对台山队来说也是紧张了一下哈，因为如果在第6局的时候被灌了一个4分，确实后面追起来的压力会比较大一些。对，但最终的结果是2分进账，所以双方现在的5-5开还有悬念哦。选手在比完赛还剩下最后2局，所以以时间上来运作，差不多有机会在9点半之前结束。那充分休息的话，明天来准备赛事应该还是蛮充足的。明天的场次5月28日依旧是从早上的9点就开始比赛哦，而我们的转播团队会在中午12点的场次开始为大家带来实况的服务，也邀请观众朋友持续透过中华民国冰石湖协会的 Facebook 粉丝专页以及大家的好朋友 Hot Sports 跟动之 Sports 的 YouTube 频道，这2天都可以持续的收看到国家代表队选拔赛的状况，也让蛮多这个冰石湖爱好者如果这2天没办法请到假，还是可以，比如说在上班的时候开个小视窗，对，同时观察一下哈这些同好们的表现。哇，这球在强力的刷冰助力下，尽量是往里面滚了啊。冰石湖所有官方认证的比赛用壶都是产自苏格兰的 Alisa Craig 艾尔萨盐，每块都要符合标准，重20公斤，宽278毫米，高136毫米。目前在自由防守区有4壶哈，左方有2个红壶，右方前方是一个红壶，然后黄壶藏在它的后侧，以及固定壶现在还没有被破坏掉。
所以目前的得分潜力是在台山这边。看一下这一球是一个顺时针，哇，角度变化，刚才一点偏左，然后右偏右，右偏左，右偏右，很神奇的一条路径，哇，相当不错，把原本的固定弧往后撞，取代它的位置之后，还形成了一个保护。哦，这球的力道控制的蛮精妙的，那个轨道像蛇一样哦，一下左一下右。但这跟也有可能是跟场地有一些关系，对一些影响哦。受到冰渣的这些细微因素的影响，没有让它朝一个固定的惯性，对，反而就是因为左右不断的微调，就是让它反而居中了，对。这球也稍微有一点，你看往左的时候，然后有些地方又回来右边这边，哇，所以哇哦。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刚才这边这一球，可惜进的轨道已经是比较尾巴了，差到一点而已，不然是有机会一个 double take out 的。他把它往越安全的地方送去。混双因为这个人手的关系所以在刷冰手出动的时机都会比较后方，不像男子或女子一出手就可以开始刷。对，所以刚刚其实几乎我们看到在中间的路径都会开始发生一些变化有点像这个棒球场上不规则的弹跳这样子，开始有一些比较你没有办法预期的部分出现。对，哇，后面你看现在黄湖被保护的位置多好啊！中线被这一颗封住，后方有一颗红湖作为掩护，对，然后后方又藏在2颗里面。对，哇，他们这回合的得分隐蔽性很高啊。那这个周伟跟佳琪就要伤脑筋一下，所以你看他们讨论时间稍微比较久一点在想要怎么丢。要暂停因为要思考，对，要动一些脑筋确实现在，所以他要请他的教练上来协助，可能要协助判断一下，然后是建议打哪一条路线，教练上来了。台中冰湖队除了2位选手之外，他们报名的教练是陈正全教练，随队人员还有郑嘉瑜。想办法怎么利用自己的红湖因为右边那2颗连得有点近。然后左方独立在右方的那一颗，其实如果他打独立右方的那一颗，但是他可能也怕说他撞进去的是黄湖停在，对，等于是右帮台山加了一个大本营嘛，对，确实，因为那2颗现在看起来的角度是很近的，而且观众朋友你要知道啊，我们打撞球你还可以打跳球啊，我们冰石湖可是没有跳球这个技巧的，没有办法绕过这个对方的湖冰石湖打跳球就可能会被没收比赛。
哇，这么重，我看也是跳起来。这个真的是很难设定，对，难怪哈，大家要一起来动脑，而且是在局末，所以大家可能很关键啊，对确实，每个 play 都很关键。他们这样暂停可以暂停多久？1分钟，然后但是我们会加上教练走到移动这个场地的时间 ，OK， 对。然后最后10秒的时候，教练是需要一定要离开场上。是，好，我们看到陈教练现在离开的背影。好，希望讨论之后哈，稍微比较有一些想法。台山队也很期待哈，站在后方看对手要怎么来执行。张哲伦，哇，这一球转出去的，角度偏掉了，妹妹喊了一声偏掉了。好，确实是塞得太斜了，所以刚才教练应该是希望你走一个外侧，然后做一个左的 curve， 高难度，对，这就是选择绕过障碍，直接攻击后方的2颗，好，那台山队这边就很有想法了，因为他们现在还有2壶在手，在大本营里面的2颗隐蔽性很高之外，在自由防守区远端有1颗，近端也有1颗，所以有机会透过碰撞，让这2颗石壶送到得分区。刘柏凯最后一直，好，我知道他的想法了，保护，看看可不可以撞一下红球，再推，然后再把这一颗也一起带进去，但因为要发生2次碰撞的难度比较高，但其实他们还有 hammer 球的机会所以还是有机会。好，佳琪被哥哥指示要1颗快球，他要冲，他要冲球了，因为看可不可以打这一颗红球，然后产生一个散弹枪的效果看可不可以把后方的部分都冲乱掉。当然可以直接对后方2颗做攻击，也是一个合理的选择。那就考验佳琪的准度了这个完全就是准度的发挥了。哇，张佳琪最后收手的时候稍微有点打滑，这会不会影响到他出手的角度？目前看起来角度是还可以，但动能就不是那么理想啊。他没有维持住这平衡，对，沉稳的送出去哇哦，没搞。这个时候就看台山能不能再加分。对，台山那2颗已经是胜券在握了。现在本人教练的想法
你看他还有潜在几个得分的机会。远端这个要直直的送进去，不是不可能，难度有点高。但是要攻右边那个藏在红湖后面的那一个，又要从这2颗的缝中间走进去，其实都各有不一样的难度哈。当然，选手之间彼此的熟悉度把握度也高，所以布任教练一定也会判断他的 partner 对比较擅长的这个球路是哪一种然后去尽量做他成功率比较高的方式。那这一球看来就是要直球对决了哈，直接打一个最理想状态就是打定，然后把中间这一颗稳稳的往外送，但目前看角度应该是会偏向后面那一颗绕回来，哇，好，往右绕，但是绕得不够远，所以是加了两分吧？是这样子的话，就会是对台山队加2分。这样子比数来到8-6，然后决胜局2分之差 ，Hammer 在台中队的手上。这一球制胜关键绕进来之后轻碰，对，而且这一球的攻击又把它往更安全的方向送，就是这一回合，我觉得奠定了这场这一局的得分最终结果。是，好，来决胜局第8局，当然因为本届的混合双人组，我们一共有5队报名是，所以其实大家的初赛是要打一个比较长的循环。然后我们会在表定明天5月28号的，一样是晚上8点混双决赛。循环赛里面的第1跟第2名获胜的就可以拿下这一次国家代表队选拔赛混双的这个代表资格哈。是。所以他现在这个摆法是 power play， 对，要打 power play， 哇，是。因为已经是一个是决胜局嘛，对，再来就是他也必须也要抢分，是因为你落后2分呢，对，其实2分不少你大家的壶数量都是一样的，你要怎么样比人家多灌2分？好，也刚好让我们看看这个 power play 的跟这个 regular 平常打起来 normal 的有什么不太一样。这球看起来动能不是很足，但应该可以进线吧？还是可以进线 ，OK。好，佳琪这一球应该会进攻到刚才怡轩的位置。好，碰到之后切到右边。好，那现在所有的弧都集中在右侧了。可以看一个小细节布任教练在去投掷的时候，路上顺便做一个刷冰的动作，会清冰，对，清冰一下，对。他希望等一下投掷他要的路线干净一些，对。
哇，带左，应该是场地的关系，所以对他都偏左哈，嗯，出手偏左，然后透过刷，不错，还是对。带到了圆弧的外围哈，看表情应该对于设定来说有一些偏差不太满意。好，不过台中这边刚才说想要一个一样的，但是偏差也蛮大，但误打误撞，好，最后出去了，不然其实蛮居中的一球哈，哇，因为他们现在是落后2分的状况，所以每一壶真的都比较要把握住。这种直接送出去的就比较可惜。好，因为刚才布恩教练的球都偏左，所以他这次出手稍微从出手的角度，对自己去抓那个前置量，稍微往右带一点，那就送到蛮居中的位置了。这一球过了中线之后，稍微对又出去了，哇哈哈！哲伟连续丢出去2球啊！这样感觉就是好像你可能的得分被丢到黑洞里面的感觉。因为 power play 的关系台中冰湖队右方那个埋伏在白蓝圈的那一壶很难做到攻击，对，所以台山队可能也没有预设要去攻击他，而是选择一个更靠近红心的球队，去抢得这个得分的领先权。好，教练一样出手带旋希望球可以保持在右方这边，应该会发生一个碰撞吗？看起来会碰撞，碰撞之后看一下带到的位置，哇，没有带到哇，那这样子。台山队现在的落点在蓝环外面有2颗，但一左一右，你不可能在一个回合内把这2颗都送进去你只能选一。而台中这边他们本身就有一个固定球保底的1分，对，所以如果这一颗再往里面，泽伦事不过三，这一球应该可以留得住吧？哇 ，Brandon 老师更厉害。对 ，Brandon 老师把他刷出去了。但不晓得是，我们看一下，待会从这个这有沾到吗？这有机会这有说法喊 time out，
好，看到剩下了，对最后一球，换教练对，上来了体力教练上来了哈，是我们也一起来参详一下。重点就是关键后面那一颗有没有算，是取决于这个关键。因为这个角度我们看不清楚。对。好，在等待选手跟教练讨论战术的同时，观众朋友可以观察一下现在场上的局面哈，发挥想象力，看看有什么样的解法。而且可别忘了哦，决胜的 Hammer 球是把握在台中冰湖队的手上哦，哇！台山队关键的一球，宜轩蛮有自信的出手，想要直接打一个中圈，刷起来吗？可能会出去了。哇，出去了，真的出去了！哇哇，很紧张哎，哎。好，考验周家兄妹的默契的时候到喽。有没有机会一举扳平比数，让比赛进入到延长呢？哦，有戏有戏啊，有戏有戏，来刷起来哈，看可不可以进到圈内？哇哦，停下来的吗？停下来了吗？停下来了！哇哦，啊，他们应该是3分啊，3分哈，哇，所以一举逆转呢。哇塞！所以刚才后方的这一球真的是一个保命神符哈。然后佳琪最后的这一分也很关键，投到了他想要的位置。哇塞！这个剧本真的是只有冰湖之神能够写出来哈，这么接近的一场比数，对，最后是3分。对，台中靠着那个，我可以说是压线球，几乎就是压在那个边边角角了哈。所以他的 power play 用的是非常的时机非常的好，时机非常的好。对，当然也是Amanda 那一球，我觉得略为可惜了哈，因为如果能够把后面那个底球给清掉的话，就至少会是一个对平手的局面。对，不过 anyway 就是这人算不如天算哈，比赛就是这么样的精彩跟变数。好，看完了混双这个非常精彩的较量，我们再次恭喜台中队呢，靠着这个精彩的3分的逆转局势哦，以些微之差击败了这个
经验非常老道的台山。但是混双因为这个组别多，所以其实大家输掉都还有机会哦。今天跟明天的这个初赛要持续的加油。那我们再请周老师帮我们总结一下今天27号第一天的赛程，你的一些看法吧。今天其实每一队都是非常的精彩，那大家也都非常的努力，想要争取任何的一个代表队。那事实上，今天下午的男子还有就是早上其实台山他们的那个也是打得非常的焦灼，也都是对对，最后也是只有赢1分险胜，对险胜。然后今天晚上这一场也是又被一个精彩的逆转，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理解。本土选手的水准已经慢慢在追上海外选手了。当然也是因为有冰况的关系啦，但是目前看起来其实整个水准是有在拉锯大家有一直在往上提。那我们也很感谢，就是海外的选手愿意回来，大家进行做一些交流，是一定也是有他们这样良性的竞争这样的交流帮助。本土的选手在这几年的训练下来，我们的水准现在慢慢的整体的在提升。那当然，我觉得本土的选手自己也都很认真。他一个是在除了是国内的练习之外，比赛，然后他们也都会自主到海外的国际赛事的场上去练习。这其实也是提升自主的一个实力。我觉得这也是很值得大家就是很敬佩的。是没错。好，那我们也要持续关注这个冰石湖的运动。那今天再次感谢庄家文老师带来今天一整天精彩的讲评。那我是董正强呢，我们跟您预定在明天的5月28日，我们同样的地点会在上午的12点钟带来明天的第一场转播服务。那我们今天赛程第一天的转播工作这边要告一段落了，也预祝您呢有这个透过今天的比赛，对于冰石湖这项运动呢有更多的兴趣跟了解，然后明天持续锁定我们的实况现场。我们明天见，拜拜。